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一本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书籍。孩子把你的手给我的深度解读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海姆·吉诺特博士，他是一位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，也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温情的亲子沟通大师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、充满挑战的社会中，亲子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家长们常常感到困惑和无奈，为什么我们那么爱孩子，却总是与他们发生冲突？为什么我们苦口婆心的教导，却换来孩子的抵触和反抗？而孩子们也在呐喊，他们渴望被理解、被尊重，渴望与父母建立真正的情感连接。吉诺特博士的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照亮了亲子沟通的道路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籍，更是一本关于爱、理解与尊重的宝典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亲子沟通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交流，更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碰撞与融合。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畅销数十年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。许多读者在阅读这本书后，都感慨到，如果我早一点读到这本书，我与孩子的关系将会完全不同。那么，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呢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改变呢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孩子把你的手给我的世界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。一、理解孩子的世界，走进他们的内心。孩子是独立的个体，而非我们的附属品。吉诺特博士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：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有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需求，而不是我们的附属品，更不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。小明的父母都是成功的商人，他们希望小明能够继承家业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。于是，他们从小就对小明寄予厚望，为他安排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。然而，小明对商业并不感兴趣，他更喜欢音乐和绘画。每次父母与他谈论未来时，小明都感到无比压抑和迷茫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小明的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，他们将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，却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扼杀孩子的天赋和热情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，孩子也不例外。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当我们忽视孩子的内心需求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时，就会导致孩子产生焦虑、压抑等负面情绪，甚至会引发亲子关系的紧张和冲突。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，鼓励他们去探索和尝试新事物。与孩子进行平等的对话，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。避免将自己的期望和价值观强加给孩子，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去发展自我。孩子不是一张白纸，任由我们随意涂抹，他们是一颗颗种子，拥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成长轨迹。我们要做的是给予他们阳光、雨露和土壤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茁壮成长。理解孩子的行为背后的原因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看到了孩子表面的行为，却忽略了行为背后的原因。而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回应。有一天，妈妈发现5岁的女儿突然变得很黏人，无论妈妈走到哪里，她都跟在后面。妈妈一开始很困惑，后来才意识到，那段时间自己因为工作忙碌，陪伴孩子的时间变少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女儿的黏人行为其实是她表达对妈妈思念和渴望陪伴的一种方式。孩子的行为都是其内心需求的体现，当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，就会通过各种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渴望。例如，孩子哭闹可能是因为饿了、累了或者感到害怕；孩子叛逆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独立，渴望得到尊重和认可。当孩子出现不良行为时，不要急于批评和指责，而是要冷静下来，分析其背后的原因。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。与孩子进行沟通，询问他们的想法和感受，并给予他们积极的回应。孩子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一封发给父母的求救信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向我们传达着内心的呼唤。我们要做的是读懂这些求救信，并给予他们及时的回应和帮助。有效沟通的技巧，搭建心灵的桥梁。积极倾听，用心去感受孩子的世界。积极倾听是亲子沟通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技巧。它不仅仅是只用耳朵去听，更是只用心去感受孩子的情感和需求。有一天，儿子放学回家后，怒气冲冲地对妈妈说：“我不想上学了。”妈妈一开始很震惊，但她没有急于反驳，而是耐心地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这么生气？”儿子说：“老师今天批评了我，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丢脸。”妈妈听后，温柔地说：“我理解你的感受，被当众批评一定让你很难堪。”儿子听了妈妈的话，情绪逐渐平静下来，并开始向妈妈倾诉自己的委屈。在这个案例中，
妈妈通过积极倾听，了解到儿子内心的真实感受，并给予了理解和支持，从而化解了儿子的负面情绪。积极倾听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、被理解和被关爱。当我们用心去倾听孩子时，他们会感到自己被重视，他们的情感和需求得到了回应。这有助于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和亲密感，并为进一步的沟通奠定基础。1. 专注地听孩子说话，不要打断他们，也不要急于给出建议或评判。2. 用眼神、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对孩子的关注和理解。3. 适时地复述孩子的话，或者表达对他们的感受的理解。例如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是避免使用评判性语言，例如你不应该这么想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。倾听是爱的语言。当我们用心去倾听孩子时，我们就是在向他们传递着爱的信息。我们要用耳朵去听，用心去感受，用爱去回应。2. 表达感受，而非评判。在亲子沟通中，我们常常习惯于对孩子进行评判，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，甚至会引发冲突。孩子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，妈妈看到后很生气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邋遢？”孩子听了之后，不仅没有改正，反而变得更加强硬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妈妈的评判性语言让孩子感到被否定和指责，从而引发了孩子的反抗心理。评判性语言会让孩子感到被攻击和否定，容易引发他们的防御机制。而当我们表达自己的感受时，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的观点。用我开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例如，我看到玩具扔得到处都是，我感到很生气。2. 避免使用你开头的评判性语言，例如，你太邋遢了，你真不听话。3. 表达感受时，要尽量具体和明确，例如，我感到很难过，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。评判就像一把利刃，会刺痛孩子的心灵，而感受则是一缕春风，会温暖孩子的心田。我们要用感受去沟通，而不是用评判去伤害。3. 鼓励与赞美，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。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赞美，适当的鼓励和赞美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，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。女儿在一次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，爸爸对她说：“你真聪明。”女儿听了之后非常高兴，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，因为她害怕下次考不好会辜负爸爸的期望。在这个案例中，爸爸的赞美方式存在问题，他将女儿的成就归因于天赋而不是努力，这会让女儿产生不必要的压力。赞美和鼓励能够满足孩子对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的需求。当我们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时，他们会感到自己被认可，从而更加努力地追求目标。赞美要具体和真诚，例如，你今天在课堂上积极发言，表现得非常棒。2. 关注孩子的努力和进步，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。例如，我看到你为了这次考试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这很值得肯定。3. 避免使用空洞的赞美，例如你真棒，你太厉害了。4. 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，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。赞美就像阳光，会照亮孩子的心灵；鼓励就像雨露，会滋润孩子的成长。我们要用心去赞美，用爱去鼓励，让孩子在温暖和关爱中茁壮成长。4. 设定合理的界限，爱与规则并行。在亲子关系中，爱与规则是相辅相成的。缺乏爱的规则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和窒息，而缺乏规则的爱则会导致孩子变得任性和自私。孩子在家里总是为所欲为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妈妈觉得孩子还小，不忍心对他进行约束，结果孩子变得越来越任性，在学校也经常违反纪律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妈妈没有意识到，设定合理的界限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。合理的界限能够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和方向感。当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，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时，他们会感到更加安心和自信。同时，设定界限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和责任感。一明确告诉孩子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，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。2. 设定规则时要合理、明确，并保持一致性。3. 对孩子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惩罚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，避免使用暴力或羞辱性的语言。4. 解释规则背后的原因，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和价值。爱与规则就像鸟之两翼，缺一不可。没有爱的规则是冷酷的，没有规则的爱是溺爱的。我们要用爱去包容，用规则去引导，让孩子在爱的怀抱中学会遵守规则，在规则的约束下感受爱的力量。3. 培养孩子的情商，塑造健全的人格。1. 认识和管理情绪。情绪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培养孩子认识和管理情绪的能力，是提高他们情商的关键。孩子因为玩具被抢走而大哭起来，妈妈对他说：“别哭了，不就是一个玩具吗？”这样的回应并没有帮助孩子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反而会让他感到自己的感受被否定。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。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，包括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恐惧等。教会孩子认识和管理情绪，
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，表达自己，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1. 引导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，例如，你看起来很生气，是因为玩具被抢走了吗？2. 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例如，你可以告诉妈妈，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。3. 教会孩子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，例如深呼吸、倾诉、运动等。4. 帮助孩子理解情绪的来源，并引导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处理情绪。情绪就像一条河流，我们不能试图去堵住它，而要学会引导它。认识和管理情绪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培养同理心，同理心是指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，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培养孩子的同理心是提高他们情商的重要途径。孩子看到同学摔倒了，却在一旁哈哈大笑。妈妈对他说，如果是你摔倒了，你希望别人怎么做？这样的引导可以帮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。同理心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当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相处。同时，同理心也是培养道德感和责任感的重要前提。1. 引导孩子关注他人的感受，例如，你看到小明哭了，你认为他为什么哭？2. 鼓励孩子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例如，如果你是小红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3. 教会孩子一些表达同理心的方式，例如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。4. 鼓励孩子关心和帮助他人，例如，你可以劝慰一下小红，她看起来很难过。同理心是爱的延伸，是理解他人的桥梁。培养同理心是每个人都需要修炼的功课。3.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他们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孩子因为和同学吵架而闷闷不乐，妈妈对他说，你可以试着去和同学沟通，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这样的引导可以帮助孩子学会如何面对和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孩子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体现。当孩子遇到问题时，我们不应该急于替他们解决，而应该引导他们学会思考和分析问题，并寻找解决方案。1. 鼓励孩子勇敢面对问题，不要逃避。2. 引导孩子分析问题的原因，并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。3. 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方法，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。4. 教会孩子一些基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例如头脑风暴、角色扮演等。人生就像一场冒险，解决问题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每个孩子都需要掌握的本领。4. 给予拥抱改变，开启亲子沟通新篇章。孩子，把你的手给我。这本书就像一艘船，带领我们驶向亲子沟通的彼岸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沟通方法和技巧，帮助我们与孩子建立更加亲密、和谐的关系。然而，书籍只是一个工具，真正的改变需要我们付出行动。我们要从现在开始，从自身做起，将书中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孩子，把你的手给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过风雨，迎接彩虹。我们每位父母都能与孩子携手同行，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世界。谢谢大家。